激光雕刻可以说是一把微米级别的精致刻刀，它能在纸张、布料、皮革、木板等等各种材质上精准雕刻出充满细节的纹样。如果再结合更多的工艺，或者改变结构组合的造型，就能做出丰富多样的产品，还能结合热门 IP， 快速 DIY 独一无二的个性周边。关于激光雕刻的创意，我之前也分享过不少，这些都是我结合了 Xtool 这台最新设备 Xtool M2 加工的作品。我已经使用了近2个月，核心感受是精度依旧出色，功能变化不大，但确实全方位的更好用了。不卖关子，先说价格，首发价格3299，那这性价比确实也是这台机器的一个超大亮点，标配了10瓦蓝光激光头。那其他这几颗头呢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单独选购。之前大家对 Xtool 机器的一个印象都是机器好用又好看，但是价格确实也高，主力机型都要几万块。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入门级的价格，而配置确实不降反增。通过换头，不但可以实现不同功率、不同光源的激光雕刻，还提供了一个彩色打印头，可以彩打加激光雕刻在一台机器上完成。相对于 M1 来说，无论是换头玩法的快速切换，还是软硬件协同控制方面，都进行了优化。先来看软件方面，使用配套的 Xtool Studio 软件，操作界面很流畅，即使你是一名纯新手，跟着引导10分钟内也肯定上手了。软件和雕刻机呢，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连接，很方便。系统当中还增加了 ACS 算法，也就是自动模式，让设备可以完成自动拍照、自动对焦、自动测距。据我了解呢，目前这算法除了 M2 在用，就是 P3 在用，而 P3 是6万多的档位。硬件上 M2 有一个明确的升级，它配备了2颗摄像头来捕捉画面，顶部在这里一颗广角摄像头，通过它只需要把耗材放到机器里，即可实现自动对焦拍照。通过算法的修正，让你在电脑里看到没有畸变的画面。我们可以快速的预览想雕刻的图案在耗材上的加工位置。当你需要更精准的预览的时候，可以在软件端切换摄像头，使用雕刻头旁边这颗近景摄像头来拍照。它的定位精度非常高，基本上就是所见即所得。有了它，我基本上都用不到走边框功能来预览我的雕刻位置了。确认没问题以后，就可以使用它预设的各种参数进行雕刻了。如果没有合适的预设，你也可以通过雕刻测试来调整功率、速度和雕刻次数。根据不同的材质，这台机器可以快速的切换不同的激光头或者功能模块，只需要一拔一插，切换就完成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蓝光激光头适合木材、纸张、皮革等非金属的材质雕刻和切割。这里也对比了10瓦和20瓦激光头的雕刻效果。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，功率越高，能量越大，雕刻的时候画面深度也越明显。当然，小功率也可以通过多次的雕刻来实现深层的一个雕刻效果。M2 也内置了一个气泵来辅助切割过程的排烟，这个在其他设备上往往是要选配或者外接的，而这台设备是直接变成了它的标配。它能让切割木板一类的材料边缘不容易发黄。切换到红外光激光头，能让设备扩展到金属材料的加工。不过目前红外激光头的功率比较小，不太适合做金属浮雕，更适合在金属产品的外表面雕刻专属花纹或者 logo。而这颗喷墨打印头也是这台机器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，它能让同一台机器在同一个平台上先完成彩色图案的印制，再切换激光头来进行精准的切割，这样就能在一些喷墨打印机无法直接印制的表面加上图案。也完全不用担心图案和雕刻的位置会有对位的问题。而且 M2 相对于 M1 Ultra 来说，还从 CMY3 色升级到了 CMYK4 色，色彩的还原度也更高。比如我想做洛克王国的宠物贴纸，直接找了一张白色的背胶纸，先用喷墨头打印上彩色图案，然后切换激光头，把这些图案沿轮廓切下来，这样就实现了各种贴纸自由。这个彩印加切割的组合还能用在更多材质上，比如木板上印制图案，再进行切割，就能得到很有质感的木质装饰画。用它做一张宝可梦卡牌或者御三家的立体摆件都超有质感。虽然激光雕刻机只能加工物体的表面，而面和面的组合就变成了立体的物件。比如你可以自己设计各种木质拼插玩具的结构，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已有的结构进行改造。像这个就是我们把之前做的一款 3D 打印的可动玩具改造成了一个木质底座，把它的底座和支撑部分改成了用激光雕刻的木板来做，这样不仅能获得不同的质感，而且加工这些平板件的速度远比 3D 打印同尺寸的零件要快，也更省材料和时间成本。这台机器我认为是目前易用性最高的桌面级加工设备之一，从开箱到雕刻出第一个作品，就跟着流程走，30分钟内肯定能完成。开箱里边最复杂的操作，可能也就是拆箱的时候撕保护膜了，真的是到手即用。它除了可以快速的切换不同的头，还提供了一些扩展配件，比如装上旋转配件 RA3 Lite， 这里通过一个结构上的巧妙设计，把激光头横过来发射激光，你就可以轻松的完成柱面雕刻了。我很多 3D 打印耗材用剩的这种纸卷，之前一直觉得扔了可惜，留着总觉得还能做点什么。放在上面雕刻了一些图案，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
收纳桶，多找几个一样的纸卷，每个刻上不同的动漫角色，那上下再印个盖子切下来粘上，可以作为吧唧的收纳盒，或者 DIY 个笔筒也不错。它的雕刻幅面超过30厘米乘40厘米，可以轻松处理大面积的图案，随手拿个废纸板刻一刻，怎么样？废品直接变精装画原材料了。日常我们看到各种联名的包装，觉得扔了可惜，确实很好看，展开雕刻一下，用来做手账或者立体画，效果会非常精致。关键这么大的幅面，不仅可以复制操作，还能同时排版雕刻多个图案，这就让你具备了一定小批量加工定制的能力。对于手作人或者小型工作室来说，它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工具，可以快速的打样和完成你的创意，也可以实现小批量的专属定制产品零售。你可以先做测试品，如果卖得好，再找大型工厂批量生产，避免了直接囤货的风险。比如激光雕刻贴纸，做出一个花纹的镂空图案，把几个角固定在皮本的封面上，这样就得到一个模具，喷一下金漆，就得到了定制花纹。皮本表面再进行激光雕刻，就轻松获得了这样一个有质感的魔法书封面。各种物体的刻字定制、不同材质的拼贴画等等，很多手作结合激光雕刻工艺，都能带来效率和效果上的提升。总之 X2 M2 是一台雕刻面积大，能实现彩印与雕刻同台完成的一台设备，拓展了 X2 入门级价格区间，用更低的价格买到了升级的配置，非常适合新手小白快速上手、简单易用的桌面级激光雕刻设备。如果你是手作爱好者，或者是原创设计小型工作室，这台雕刻机在日常的创意和切割制作上都会成为你的好帮手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分享，如果你对这台设备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欢迎留在评论区交流。那咱们下次创意见。